这五一啊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一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一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啊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啊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俩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5一当天。这1周之前啊，这个新娘的闺蜜啊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啊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啊就跟新娘说啊，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啊，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哎，就这样，两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啊也是不嫌事儿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啊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啊，4人呢就白天啊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啊就去蹦迪。这经过一天的这个友情撮合呀，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啊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啊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一天啊，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两人就在这个车里啊，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哎，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啊，新娘啊就开始陆续啊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啊，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当时男方啊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啊，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啊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啊，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啊，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啊，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啊，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啊，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呀，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啊摔门就走了。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啊，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啊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啊，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5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啊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呀，她只是出去玩了一天啊，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2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一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哎。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啊，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这是一个悲催的故事。一位男士在相亲会上认识了一个姑娘，硬是追了人家6个多月呀。表情包快来一个。前2个月发展的还可以牵手，但后来女士就说呀，自己慢热，让男士啊别着急。就这样，男士啊在女士的鼓励之下，又是硬撑了4个多月。这半年呢是吃喝花了有2万多，男士就想着呀，是不是自己不够浪漫？他就策划了一场浪漫的表白，光这场仪式就花了5000多。原本想着呀，这次能够抱得美人归啊，结果表白那天呢，姑娘是当场拒绝，说认识男士啊才半年。连确认男女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呢，这个姑娘当场是拥抱了男士，说呀，自己很感动。这个年底之前呢，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结果。你再说一遍。谁知第2天呢，男士啊就把女士给拉黑了。这女士就很生气啊，跑过来跟我诉苦，说自己啊已经开始喜欢他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马上就要成功了。
大家听完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就我小时候跟我姥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家里养着鸡，就白天你得把鸡放出去，晚上呢再把鸡给撵回窝。这一到快天黑呀，我姥就让我去把鸡给撵回来。你们不知道那个有多费劲儿啊！你往左撵吧，哎，它往右跑；你跑快点吧，它就飞；你跑慢点吧，它就扇吧那个翅膀呀，在那跑，总是比你快那么一点儿。看你不追了，哎，它也不跑了，慢慢悠悠的在你面前是溜达来溜达去，烦死人了。你又觉得有希望了。那个时候我是最讨厌干这活的。你放弃吧啊，眼看着就要抓住了，你接着撵吧，哎呀，你是真追不上啊！追到最后实在是撵不动了，哎，就想着算了，不管了，放弃了。结果这鸡啊，反过来又来找你了。这有些女人呢就是这样，你追她她就跑，你一停呢她就回来搭理你一下，给你希望了，哎，她继续跑，就喜欢那种吊着别人的感觉，被别人吹捧着那种优越感。当别人受不了了，终于走了，哎，她又着急了，抱怨别人对她不好，不够坚持。这种女人呢，既不想跟你确认关系，又不想尽到女朋友的义务，但却希望你一直对她献殷勤，不要离开。千万不要拿慢热当幌子。这女人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比狼跑的都快，恨不得呀马上跟你确认关系。这有些男人呢，他就是看不清，甘愿当鱼。这相亲啊，本来都是快节奏，追你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有权享受被追求的快感，男士当然也有停止追求的权利。如果互相觉得合适，那1个月就应该有个结果反馈；如果不合适的话，就应该立马拒绝，让男士知难而退。这刘备请孔明可以3顾茅庐，那是因为人家孔明多智近妖，才比管乐，身高8尺，面如冠玉，人家配得上啊。而你呢，不掂量自己的分量就去考验别人，是他傻还是你自作清高呢？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呀，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她是痛定思痛呀，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啊，男士今年是28岁，母胎 solo 多年，性格是比较腼腆的，是一名程序员。那上个月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这个2个人呢，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都只是简单的吃饭，偶尔呢去看看电影，彼此呀是都有好感，但呢也只是就是朋友的关系，突破不了。周4的时候呀，突然这个姑娘呢就跟这个男士说呀，周末想去威海玩，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呀周5晚上走，周6晚上回来，说晚上走可以省时间。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就这样呢，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做旅游攻略。男士把这件事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这好哥们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得好好表现，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男士听完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哎呀，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说完呢，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改成了豪华大床房。那为了省钱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你说这男人真的是特别体贴，哎呀，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这周5就到了嘛，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这一路到了晚上，这2人就去路边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去了酒店，准备按照计划入住。谁知道女士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就没法去开房间，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用男士身份证入住，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男士一听就让女士放心，别着急，我去前台给你问问，我想办法解决。这去了前台一问呢，人前台说没身份证可以登记一下，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哎呀，就这样2人按照原计划女士住了豪华房，男士住了经济房。这住下之后2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毕竟豪华房间大嘛。吃饭的这个功夫这个姑娘就说辛苦1天了，要不喝点酒吧。男士一听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这明显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他就赶紧跟姑娘说自己不会喝酒。那就这样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男士就回房间睡觉了。这个生怕这个印象不好，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这第2天早晨8点左右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喊她吃饭。哎，谁知道人家女士说昨晚没睡好，今天补觉就不出去了。男士一听就有点着急了，
那自己订了门票了，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这不是浪费了吗？最后姑娘就说呀，说不去了，没有心情，说等睡醒了再说吧。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醒了呢，两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就赶紧往回赶了。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呀，你谈过几个女朋友？这男士就说呀，学校里不敢谈，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送女士回家之后啊，没多久啊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说呀两人不合适，就算了吧。男士就懵了呀，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也很有礼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为什么不合适呀？哎呀，为什么不合适呀？男士是想了3天3夜啊，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哎呀，其实啊，这个不合适的原因啊，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女士能提出邀约呀，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把关系啊进行质的提升。结果男士却弄反了，大家怎么看？今天上午我们班相亲会了，发生了一件特别狗血，结局呢又极其舒服的事情。有一位92年的男士啊，是一名工程师，这个长相气质都不错，在表白环节啊，就对一位长相漂亮的92年的姑娘表白。那他们俩的外形其实给外人看来属于很登对的那种，就是郎才女貌嘛。他跟这个姑娘表白说呀，自己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如沐春风一般舒服，那希望呢给个机会啊认识一下。但这个姑娘呢却说啊，这个男士挺好的，谢谢你对我表白，但是呢我现在还需要啊再考虑一下。男士听完呢就脸色有点尴尬嘛，然后退到了后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女生啊举手示意说呀，自己想表白这个男士。这个女生呢是97年的啊，一名美术老师。她说自己啊留意这个男士啊好久了，男士的行为动作啊说话方式都很绅士。这刚才呢一起做游戏的时候，男士就会很照顾她的感受，自己在心里啊就喜欢上这个男士了。这刚才听男士啊表白这位92年的女士啊，自己心里啊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怕女士同意，也怕男士呢不喜欢自己。但听到92年的姑娘啊说再考虑看看，她呢就不想放弃了。她对男士说啊，如果你喜欢的姑娘不接受你，你可以接受我吗？我很温柔，可盐可甜，也会对你很好。你刚才照顾我的样子呀很暖，我也想有机会去温暖你，可以吗？那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受宠若惊，就脸上啊就能看出来很高兴啊。而那位92年的这个姑娘脸上就特别尴尬，脸色也比较难看啊，就看着个男士。最后男士就对97年的这个姑娘说呀，我同意，也表示啊两人可以认识看看。人家姑娘啊立马是特别高兴的，又跑又跳呀去跟男士牵手。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92年的那个姑娘呀就突然跳出来呀，开始作妖，跟这个男士说呢，我只是说考虑一下，也没有说不同意吧，那你这么快选择别人，未免有点太渣了吧。那如果现在我也答应你，你会怎样选择？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尴尬啊，就对女士说呀，既然我做出了选择，那就互相尊重吧。这姑娘听完就脸色啊，哎呀就很难看呢，转身就走了。相亲会呢也继续往下进行。虽然过程很狗血，结局啊却让人是极度舒适啊。我想对那位92年的女生说呀，不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希望以朋友之名继续考察对方，还是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当舔狗的潜力？你是觉得男人的尊严分文不值，还是觉得自己做绿茶呀做惯了，看男人都很蠢，都得听你的？你丝毫没有对一个对你表白却爱而不得的男人有任何的同情心，反而难过的点呀是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受到了打击，备胎转身爱上了别人而不甘心。人呐不能太自私了，你给点小恩小惠当做施舍，别人就得摇尾感谢。当被别人彻底拒绝的时候，又说别人是渣，那就有点太不地道了吧。最近这半个月呀，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啊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啊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啊嫁到了中国山村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婚姻状态啊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
特别是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像越南、老挝的，前几年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那这几年呢，像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未来几年国外女生资源呢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呢也会形成一种补充。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2胎3胎的政策都在变，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但很多的女方家庭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是只高不低。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欧巴的偶像剧看多了，没有自我认知，择偶要求呢又太高，所以现在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大概率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最后男人们没办法，只能是另辟蹊径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究其原因呢，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对房车也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要彩礼的。东欧女生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这个东南亚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虽然要求彩礼，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所以找国外女生更加实惠划算。另外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她们通常能接受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都跟我提出想去国外找媳妇儿。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尤其是大龄的女士，有一些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今天呢，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位88年的姑娘呢，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有点偏胖。本科学历，在私企做行政管理的。她呢来找对象，说自己有些着急，亲戚家的这个妹妹都结婚了，有孩子了，都会打酱油了，说自己也不想再耽误了，想抓紧找对象。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她说自己要求不高，就2个条件。一呢是想找市里有房子，没有贷款，就是全款。2呢是想找工作稳定的，要求是事业编或者是体制公务员，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这个时候旁边一位这个98年的姑娘她就听见了。她呢是这个本科学历，身高大约在165左右，年轻嘛，衣品也不错，也会打扮，在这个国企上班。她呢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你要求条件怎么这么高呀？有多少男的房子是全款呀？那公务员他也不多吧？我找本地有房子的，有贷款我也接受，工作稳定就行。听的这88年的姑娘是立马就着急了，好心劝起来这个98年这个姑娘，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物质条件对婚姻有多重要。你要找个有贷款的，那婚后你们还要一起还房贷，以后生了孩子每个月都要用钱，压力会很大的，你的生活质量是直接就下降了。还劝这个姑娘说找个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现在男人都靠不住，万一哪天他对你不好，你起码还有钱花，总比嫁给个穷鬼好，最后离婚什么也没有，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也是丝毫不客气，就直接怼了过去，说大姐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你比我大了整整10岁，还在私企做行政，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长相身材也不如我，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是面红耳赤特别尴尬。我听了心里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三观真的特别正。很多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说婚姻不幸福，没钱的婚姻更不幸，几婚离了都能找未婚的。还有那些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别将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是越来越夸张，彩礼呢是越来越高，变着法想占男人便宜，一边想要女权呢，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坐享其成，不劳而获。那些毒鸡汤是让结了婚的想离婚，未婚的呢不敢结婚，真的是害人不浅。还有那么多的姑娘信奉为真理，找对象呢都是眼高手低，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以为自己是个仙女，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真想对这位88年的这个大龄姑娘说你算计的那些你看不上的男士他们也看不上你。
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啊，他们更看不上你。你再这样挑三拣四啊，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昨天呢，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显示啊，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你像外企啊，还有国企、私企等等。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一是呢农村男光棍，二是职场女光棍，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要房要车要存款，男的呢又结不起婚，女的呢又不想嫁，也不想将就，所以啊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而成了大龄光棍。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若干年之后啊，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但是无儿无女啊，养老院收不收啊，那还不一定。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能早婚就早婚，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尤其啊是这个女人，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你相亲啊就会发现，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男人都不会看一眼。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你自己都有，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他们并不在乎，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性格温柔，而不是找事业型啊、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男人越早结婚呢，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她们可以追求爱情，不看车不看房，看中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如果你错过了，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彩礼啊、车房等等。所以啊，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就抓紧结婚吧。我在知乎上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啊，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还未婚呢，请你一定要听完。我53岁了，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我不喜欢小孩，对婚姻啊也很恐惧，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主要是向往自由，还有呢就是性冷淡。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我的父母啊都不敢说我，后来呢总是吵架，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自己呢抱不到外孙，一定会很难过吧。自从他们走后，我迷茫了，空虚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生一个孩子，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啊带来欢乐和活力？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我不婚的结果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不知道你们懂吗？年轻时我很独立，自己啊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孤独啊也只是一时的，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啊又接踵而来，迟迟不走，因为没有亲情啊帮我驱散了，我回不了家了。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啊，不是我独立，也不是我坚强，而是我有家人在，我父母在，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年轻想要自由，中老年啊就会付出代价，要么自由，要么孤独。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我不愁养老，毕竟啊有存款，以后呢也有社保有退休，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钱呢又不敢乱花。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真的想得太美好了。
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啊，无儿无女的更不敢乱花钱了。曾经生病过，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啊，都会来照顾我，现在她也不在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曾经子宫瘤做手术，都不知道要叫谁来，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堂妹啊来帮忙照顾我。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毕竟我没有养过她，她呢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当然呢也有叫护工，但是有些事儿啊不是叫护工啊就行了。老了之后呢，各种疾病啊是明显的多了，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怕自己啊突然就老年痴呆了，就任人摆布了。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给我一个痛快。我去看过养老院，贵的养老院呢，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啊、费用上升等等因素。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就是等死。我看到之后啊都很害怕，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回到家之后啊，家里特别安静，安静到可怕，只有狗叫声，没有人语。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现在啊静得可怕，家里有狗，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再过2年他就10岁了，也要走了，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呀，要么有伴侣，要么有孩子，不要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还有就是啊，好好的陪伴家人，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啊太少了，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现在有条件了，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那些经常被催婚的，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跟他们去吵去冷战，好好坐下来去谈，不要伤他们的心。他们啊也是为你好，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啊，伤了父母的心。长大做了父母后啊，你就会后悔啊年少时的冲动。阿丽娘啊，真的我太难了，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别来找我，本人这儿庙小，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也原谅我啊，能力有限，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再来上香，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有个女孩子34岁，个子在160左右啊，偏瘦，本科文凭，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我是给她香了整整5年了5年，至今还都是单身，也谈了不少男朋友，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是嫌男方文凭低，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要么嫌长得不帅，总之是挑肥拣瘦的。他自己焦虑的不行了，怕找不到好的，又怕生不出孩子，反正啊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他介绍了，都知道他很挑。他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他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反正啊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他，各类男士都让他香了个遍啊。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研究生最好，体制内公务员，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颜值高，哎呀三观一致有眼缘，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你不得逼死我吗？哎呀我得往 ICU 走啊。我听完啊，你说急不急死个人？我给你真要能找到，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那不太难了吗？我拒绝了很多次啊，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2个条件啊，他就不同意，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我就很生气啊，你不放弃，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哎呀，他说不信，哎，因为自己条件好嘛，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哎呀，我这一听，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他说帅，情商高。还没说完啊，真的我拉着网暴就得跑啊，没治了。人家帅的公务员，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还能轮得着你吗？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我圆脸显年轻，化妆了我也不差呀。哎呀我的天哪，你就算是个法拉利，他开了15年了，发动机得生个锈，搞不好再漏个油，你停个电你咋办呢？你能跟新车相比吗？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一见面就哭呀，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家里还有个亲戚，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他俩就爱搁一块玩。哎呀，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气的啊，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如果再过几年，你即便结婚了，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你这条件啊，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二婚市场，他不甘心，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
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找大龄剩男。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你真的听他话你都能气得够呛啊！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哎呀，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哎，头昏。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我就劝他，哎呀，你快别挑了，再挑停水停电你都更没得挑了。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说着妥协，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1000个不愿意。另外他还有一个87年的，今年有36、7岁了啊，也还是未婚，一个闺蜜，她要给我介绍过来。我一听，哎呀，那可不行啊，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真的，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我都条件性反射。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千万别来找我了，散会。不得问呢，话可以说的不好听，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今儿一大早啊，接了个活挺要命啊。今天这个故事你们一定要听完，我头回遇到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大家拿来当判官，到底谁有理？有一姑娘今年32岁，大专学历啊，在北京某酒店工作了7、8年，现在做领班。男方比这姑娘小2岁，30岁，某985大学硕士毕业，北京户口，老北京人，薪资税后30多万一年。父母啊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北京有房2套，这条件很好吧？5年前啊，这男士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两个人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啊。那个时候人姑娘不到30岁，哎呀，男士颜控啊，一眼就喜欢上她了。为了追这姑娘呀，各种礼物送不停，还给这姑娘主动付房租，各种示好。这姑娘呢本身呢也有点喜欢这个男士，再加上人男士北京人嘛，有北京房，心里啊也很满意，所以很快两人确认了关系，并且同居了。这平常啊，这女方的衣食住行男方都全部负责，节假日等等也是红包礼物不断。就这么谈了2年多，人家姑娘快30了，家里就催着结婚呢，于是啊就提出带男士见家长。男方也同意了，想着也要结婚嘛。这两人就去了女方家里。我先说一下这个女方父母条件啊，河北下面一个村镇上的，常年务工，有个姐姐和弟弟。见面当天啊，女方父母的态度直接让男士寒了心啊，话里话外表示女儿很宝贝，娶回家要珍惜。这珍惜的点是结婚要把房子给女儿加名字，而且出30万的彩礼不陪嫁。男士当场就尬住了，说北京房子是父母买的，自己没权利加名，而且北京这边也不兴彩礼，给30万家里肯定不同意啊。女方父母一听啊，不太愿意啊，30万这都是我们这边最低的。就这么第一次见面非常不愉快，回来之后这姑娘就哭闹啊，话里话外希望男方能够听父母的，这父母不容易啊，养自己20多年了，自己都出嫁，以后啊肯定是陪伴不了他们了，要多补偿一下。男方呢也是想着呀要结婚嘛，回去跟父母沟通。父母一听就来气，本来对这段感情就不同意，觉得女方你学历低，家庭条件也一般，现在你还贪心，那就更不同意了呀。男士也给兄弟说了，兄弟也劝分啊，哎呀，你看你这条件也不差，什么样的找不到啊，你对他那么好还不知道感恩，还要求这么多，你今天答应他娶了呀，就结了婚以后家庭指不定还要你付出多少的。男士听完就心生怨气啊，毕竟付出了这2年多了啊，暗暗做了个报复计划。你不是贪心吗？好，我全部都答应你，但是我要拖着你，到最后我也不会娶你。回去啊，这男士态度立马是360度大转弯啊，房子可以加名，彩礼涨价给你38万，而且还不用你陪嫁，婚宴两家都大摆宴席。女方听了肯定很开心啊，但男方呢就表示啊，现在不能结婚，工作还不稳定，想趁着年轻啊多拼一把。其次啊，这房子加名是大事啊，父母的意思啊，才谈1年嘛，感情不太稳定，等稳定之后再加。姑娘听了呢，也答应了。两人呢就这么拖拖拉拉又谈了3年多。这期间呀，女方就催婚，男方是各种理由往后拖，直到上个月，两人又因为女方着急结婚吵了一架，男士就提了分手，理由是啊没有感情了，不喜欢了。顺带还提了一下，家里给介绍了一位海归女硕士，26岁，高知家庭，人家是不要彩礼不要车房。女方懵了啊，特别生气，骂男方是渣男负心汉，谈了5年了，自己都32岁了，青春也没有了。男方说，我的青春不是青春吗？当初我想娶你，你是怎么对我的？女方要青春补偿费，男方不给，说这几年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啊。俩人就这么闹了整整2个多月，现在已经分开了。女方不甘心给我打电话呀，要挽留男士。哎呀，我听完我去 CPU 给我干烧脑了。我做婚恋行业啊，满打满算有10年了。我想给正在找对象或者正在谈恋爱的伙伴们讲，选择人生另一半，你一定要选一个人品好的人结合，而且这必须是双向的，就是你想找人品好的前提，你必须也得是这种人。
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人品好啊，单纯的就以为，我想要什么你满足我，那就是人品好。我想要个包你给我买嘛，我想要房子加名你就给我加嘛，这叫人品好吗？不是，这只能说对方愿意为你付出，这叫做价值输出。真正人品好是你对他好，他能够回馈你的好。你想要对方给你30万彩礼，那你就要日常关心照顾对方起居，温柔贤惠，或者是给一些陪嫁等等，付出自身的价值去交换你想要的，这是你人品好。而对方也愿意回馈给你同等你想要的价值，这是他人品好。你一上来彩礼30万不陪嫁，房子要加名，你想想你有没有付出啊？如果没有，那就是你人品不好。而对方白嫖你几年感情，最后也没有付出你想要的，那是他人品不好。我们换个版本啊，如果当初这姑娘聪明一点，知道自己价值不高嘛，找北京人北京房很难的，那就主动关心男士，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平常发工资给男士多花，多主动关心陪伴，要10万彩礼，趁着年轻早点结婚嘛。这个男孩子也会很珍惜你，回家说服父母娶你，两人顺利结婚，生下一个孩子，家庭温馨幸福，然后要求男士房子加名等等。或许这个版本才是人品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你想想几十年呀。选人看人真的很重要，这步棋走错了，你真的往后步步错。宝，散会。兄弟们，相亲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不要本末倒置。相亲的目的是筛选，不是让你去跟人家结婚的。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相亲1年，追个女孩子也1年了，直到人家昨天结婚了，他才发现对方是没有看上他。你说扎心不？男士30岁啊，去年同日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比他小了2岁。这刚见面啊，这男士挺中意的，跟中间人也说了呀，自己挺喜欢他的。人中间人吧，就去撮合呀，就去问这个姑娘。姑娘呢，她就没有明说，光说呀，哎呀，可以认识，先了解了解看看。男士这一听啊，别人说都可以认识了，于是舔狗之路啊开始了。有一句话咋说的？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他就每天都会给这个姑娘发信息啊，但这姑娘大多数都是隔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复，内容也相当敷衍，没有什么主动。有时候呢还隔天回啊，就给他回个哎呀太忙了，不好意思，我给忘记回了。整个男生这心里啊是上不去下不来的，又想着人家肯定是不熟悉没话说，或者在忙呀。哎呀，有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有些人，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自我 PUA 呀，这么一想呢，心情立马就好多了呀。一到周五他就约着姑娘出来吃饭，人家第一次回绝了，说自己在加班；第二次啊又回绝了，说自己跟闺蜜约好了。好不容易这第3次啊，那相当于是求来了，约出来了，吃饭看电影送礼物，认识2个多月啊，这男士想着，哎呀该表白了啊，就把这个同事啊追过来，就问问女方意思。人女方呢也说的是啊挺有好感，但是没到熟悉那个地步。于是男士就加大火力啊，从物力人力啊投入的更多了。反正啊这姑娘的态度就是不热情也不冷淡。和男士说呀，自己觉得这男士人挺好的，但是自己确实性格有点慢热啊，这谈恋爱次数少，也不太会谈。男士听着说没关系啊，咱俩慢慢处。就这么接触了1年又快过去了。这姑娘呀跟这个男士啊都已经熟透了，态度还是跟之前差不多，手呢也没有碰一下，别说是抱了。男士家里人父母都着急了呀，让他能谈谈，不能谈就算了，别跟这磨磨唧唧的。男士就想了一下，是这么回事啊，就买了99朵玫瑰花去表白去了。姑娘一看呐，说自己想了一下，还没有准备好，要不啊咱们再了解一下看看吧。男士啊此时这个心里啊，草泥马已经跑了好几遍了，继续 PUA 自己啊，想着这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啊，也不能去勉强对方吧，就说行，那我给你时间，再等等你。不过这后面这男士就发现了，这姑娘呀是联系他的频率是越来越少，他也能感觉出来呀。他呢尝试去约呀，这姑娘呢也不怎么主动了，也不怎么热情了。直到昨天啊，人家姑娘的朋友圈发了一下自己结婚的视频，生气，那肯定特别生气啊，直接就给这姑娘拉黑了。那有什么办法？兄弟们啊，相亲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在时间的。当你去跟 A 相亲的时候，你有可能错过 B， 这才是真正的成本。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们得记住，如果遇到心动的女孩子，第一印象很重要，你不妨试试从气味下手，让她闻到特定的香味就能够想起你。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第三宇宙织物香氛喷雾，它跟世界顶级的香料公司合作，你只要轻轻按下开关那一瞬间喷洒出来的不只是香雾，更是你与它之间心动的火花呀！喷雾还有很多种味道供你来挑选。
我推荐的呀是这款夜夜见美梦，太好闻了，茉莉铃兰加上一点雪松的味道，像是和它漫步在月光之下的花园里面，有淡淡的花香包裹，但又轻盈透彻。还有这个自然醒啊，绿叶果香调的，男士们可以试一试啊，柠檬和葡萄柚的清香呀，带着微微的酸叶，好像把我们带到果园，果香萦绕鼻尖，身心都放松了不少。它跟香水还不太一样，可以去除异味，去味因子三段式啊，从源头来分解留香。随后还有异味中和剂啊，中和剩余的异味。这款喷雾啊，处理细菌问题那也是一把好手，可以达到99%的除菌率、抑菌率，而且啊零酒精无刺激，可以直接喷洒在衣物上，4重优质蛋白，还能让衣服呀抗静电，变得更加的柔软。这女孩子抱一下那是相当的舒服呀。另外呢，他们家还有香薰蜡烛，在家里啊这来个朋友接待的啊，持久留香，印象太好了。链接呢我就放在下方评论区里了。兄弟们，咱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啊！相亲呢，告诉你们一个原则，叫3不原则。第一呢，发信息3次不回，直接删；第二，约了3次约不出来的，直接删；第三啊，相处3个月还不能确定关系的，直接删。相亲啊，咱就主打看得上就处，看不上也别拖，主打一个你情我愿。相亲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婚前筛选呀，不要搞错了。大家呢硬件条件拿出来碰一碰，最后在1个月到2个月看看性格合不合得来，如果合适我们就 OK 办事嘛，如果不合适就赶紧分了，绝对不要耽误自己。你相亲1年就认识一个，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搞错了。一个人的婚恋价值你能有几年啊？什么阶段办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事情要办成，办成才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都要讲究数据说话，3不原则，散会。